我觉得我的兔子应该不少了吧，基本上各种颜色的都有，而且每个月还在繁殖。前几天我还在菜地里面挖了一窝小兔子出来了，数量越来越多了。而且这一块菜地里面，只要有障碍物的地方，只要我一打开，大概率就会藏的有兔子。就连这个管子里面都藏的有小兔子。这一窝说真的挺好看的，就是胆子太小了，我都想把它们抓起来手养。结果这几个家伙异常的狡猾，每次我要抓它们的时候就钻到洞里面去了，因为洞口太深，我现在也没办法。虽然说这几只小兔子我没有抓到，但是我的兔子数量总体来说还是挺多的，有10几只的。毕竟我不是卖兔子的，只是自己养着玩，10几只不少的吧。所以说这2年有很多兄弟把自己不养的小兔子送给我，我都没有接手，因为我自己都有这么多了。就在昨天，我用2颗鸭蛋换了一只小兔子，就这个家伙，准确来说他自己不想养了，送给我了，然后顺便问我要2颗鸭蛋。而且这个兄弟跟我说以后鸭子不想养了，还是给我送过来。我一想这个买卖划算呐，稳赚不赔。反正这个兄弟也不养了，说这个兔子的味道太大了，我就把这个家伙给留下了，还挺好看的，是一只垂耳兔。他说他已经养了1个月了，一直喂的都是菜叶、萝卜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家伙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。味道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喂的菜叶和萝卜水分太重了。我这里场地大，不嫌弃你有味道，而且我这又多了一个除草机。刚刚这一只很怕人的兔子钻到管子里面去了，一下就被我抓到了，放在一起你们看一下，区别还是很大的，一个耳朵趴着的，一个耳朵竖着的。也不知道它们长大繁殖出来的小兔子会是什么样子。这家伙从小被人养大的还是不一样，很亲人。反观这个家伙躲在角落里面瑟瑟发抖，也就比野兔稍微好一点。准备把它关几天养一下，不然的话太怕人了。新来的成员必须要找布丁报道，这家伙正在睡午觉嘞，哎呦，吓他一跳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岁数大了还是咋了，对这小兔子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以后你还是跟着我混吧，以后如果还有这种买卖，兄弟们你们可以找我，太划算了。有句话叫勤劳的小蜜蜂，在我家属于是勤劳的小鸽子，每天不是在找材料做窝下蛋，就是在下蛋的路上。让你们见识一下鸟界出名的建筑大师鸽子做的窝，还可以吧？关键这蛋都下了，还找材料做窝有意义吗？就这建筑水平，喜鹊都自愧不如。上一窝不是还没长大吗？这又开始了。他们的太上长老闭关出来了，也在开始找材料做窝了。我家鸽子这么多，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当然喽，贡献最大的肯定是他以前的老婆，可惜被猛禽给灭掉了。后来他又找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不又下蛋了。至于说有没有领证，我不清楚啊，我没问过他。有兄弟说我好久没有和这一只该死的鸽子互动了，来兄弟出来，我们好好聊一下天。出场的方式可能有点特殊，大家不要奇怪，很正常的啊。让它出来，其实我就是想体验一下，看它咬我还是不是之前那个感觉。先称一下它的体重，没胖没瘦。下一步就是要让它咬我。来来来，兄弟，使出你的毕生功力，我看一下你现在咬人还痛不痛。也不知道它咬人是真的不痛，还是说我现在皮又厚了。反正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以前还觉得挺痛的。我觉得等一下有必要把它关起来了。母鸽子已经下蛋了，它已经失去它的价值，关起来安全一点。最近猛禽多，关起来吧。记住了，你的主人永远不会让你孤独，你的下铺就是另外一只喜欢咬我的兄弟。你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，研究一下怎么样咬我才会让我的暴击加倍。别整天研究一些没事的繁殖下蛋，我养得起吗？你们能想象得到一只鸽子后来拐了一只母鸽子回来，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几十只鸽子了。只有喜欢养小动物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自己养的小动物，就算是送人放生了都舍不得杀肉吃。我不吃肉吗？我肯定吃肉啊，鸽子汤特别香，但是我就是下不去手。以前一直都是喂鸽粮，好几块钱一斤，
现在数量实在是太多了。前段时间我买了100斤玉米，1块2一斤，还挺划算的。他们也特别喜欢吃。最近有一个朋友领走了5只，现在还有7、8只吧，还行，数量也不是很多了。这家伙啊，以前挺好看的，自从专注繁殖之后，形象都不要了。每天不是在做窝，就是在做窝的路上，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。它的功劳也很大的，感觉最近也要把它给关起来了，免得被猛禽给灭了，就太可惜了。这家伙太勤劳了，这繁殖速度恐怖如斯啊！你们能够听出这是什么鸟的叫声吗？一只红嘴蓝雀的幼鸟，叫声特别明亮，在这个草丛里面。我刚才在这个山上面就听到竹林里面有好几只红嘴蓝雀的幼鸟在叫，然后下来之后发现草丛里面也有叫声，肯定是学飞的红嘴蓝雀，然后掉下来了。找一下，就在这个位置。刚才叫声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。哎，在这里看到了，的确是学飞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们给它捡起来放到树上去，不然在这个位置不是被蛇给吃掉了，就是被猫给吃掉了。在这里，它胆子好小哦。一般这种在户外，我们听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种情况，他们的父母长期没有喂它们，特别饿，不然的话它们都是很安静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现在看得清楚了吧？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红嘴蓝雀在这里筑巢，所以说掉到这个位置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。哎呦，没抓到嘞，它还直接飞走了，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担心它被猫给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从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飞又飞不起来，又跑到别人家菜地来了，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我已经听到他们父母的叫声了。这一次我们稍微慢一点，看我一下把它给抓住，然后放到树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终于把它给抓到了。这倔强的小脾气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这个长相，明显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像个青蛙一样。你说你飞不起来，还喜欢到处乱跑，怎么不躲起来嘞？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父母，刚才一直在旁边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这一片竹林里面去，这样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窝小鸟里面总有那么1到2只比较笨，所以说它们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们适当的辅助它们一下，下次别让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还是可以飞的哦。看，站在树枝上，只要它们站到树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母鸟再喂它们2天，它们的飞行能力就会越来越强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这一片竹林每年都会有红嘴蓝雀筑巢，听一下，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召唤他们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，祝他们好运。就这个天，你们帮我分析一下，还会不会继续下雨？这一次暴雨已经下了3、4天了，靠近河边的庄稼很多都被淹了。今天早上还下了几个小时，现在雨终于停了。把这个该死的鸽子放出来玩一下，关了差不多有10天吧，也该出来活动一下了。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赶紧搞社交，可惜这一只魔术鸽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好几天没出现的伯劳又过来了，我说周边的鸟怎么都在报警，这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，毕竟管道里面还有他们的孩子。这几天下暴雨我也没注意，今天才发现这树上的柿子被丽云嘴杯偷走了好多啊，这个家伙正在吃嘞。反正也没有下雨，就把这几个家伙也放了，因为前几天的暴雨实在是下太猛了，所以就把这3个家伙给关了几天，毕竟他们还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。
关了几天，它们可着急的，尾巴也撞断了，鼻子也撞破了。所以说啊，它们还是向往自由自在的。这个家伙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也是连续下好几天暴雨，别人发现它了，那时候还小，告诉我之后我把它救回来了，现在都这么大了，不过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它的飞行能力和另外2只相比还是差多了，预计放生会稍微晚一点。它的胃口也特别好，也不瘦，就是毛色不好，大概率和食谱有关，因为和另外2只喂的是一样的。先给它整一口西红柿，其实它们主要还是喜欢吃水果，冬季的时候一群一群的，喜欢偷吃别人的菜，破坏力也是相当强的。刚才一直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，这一会儿吃了点东西，瞬间安静了。喂饱之后，让它自己在外面溜达，适应一下环境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也可以去吃柿子哦，你的同类都在上面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另外2只，放出来就上树顶了。它们2个的飞行能力是比较强的。这花瓣能吃吗？被它吞了。另外一只在这里。它们2个再有半个月左右，应该就可以不用管了。目前来说，每天还是要给它们投喂食物，不然的话它们吃不饱，因为它们寻找食物的能力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。我刚把吃的带出来，它们2个瞬间就飞下来了。有一只还等着我喂它的，想得真美，都不愿意自己吃，都自己吃了一点点，但是肯定没吃饱，都可以走了，自己出去锻炼吧。时不时的我还要出来看它们一下。门口有一只伯劳，危险系数很高，把它们抓走真的是分分钟的事儿，它们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这就是弱肉强食。全部都上树了，祝你们好运。这里还有一只，这个伯劳还在这里呀，你小子注意一点啊，这家伙要多多照顾一下。这是个造粪机，这一会儿又饿了，然后如果伯劳要抓它的话，它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另外2只前几天把它们关起来，主要也是因为它们自己主动飞到家里面去了，雨下太大了，所以就关了几天。你又飞过来干啥呀？没吃饱吗？没吃饱我也不管你哦，自己去玩。一天不能总指望我给吃的，是吧？我又捡到小鸟了，身上湿漉漉的，一只刚学飞的黄藤鸟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积水挺多的。我刚刚吃完饭，骑着我的小电驴，说带布丁出去溜达一圈，结果就在这边发现这个家伙在水坑里面。还好水不是特别深，不然的话它已经淹死了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学飞鸟，如果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打湿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经听到了它父母的呼唤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里面。哎，这里刚刚我看到还有一只，布丁闻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钻到这一块红薯地去了。看来这是一窝啊，都在这里。我已经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里叫的。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沟里面，不管不问，被我救起来了。他现在着急了。本来我准备把这个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这身上湿漉漉的，离家又近，我决定带回去用吹风机给它羽毛吹干了再带出来放，这样它的生存几率更大一些。正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你们看我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啥？菜地里面捡了一颗蛋，也不知道是鸡蛋还是鸭蛋，已经爆浆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给这家伙带回来，我刚回家拿个吹风机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飞又飞不起来。用吹风机把它身上的羽毛吹干，这样它生存下来的概率就会大很多。最近经常下暴雨，加上鸟都在繁殖最后一窝，所以幼鸟还是挺多的。没有被我们遇到一个算了，适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尔给它辅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给吹干。这种幼鸟肚子上经常都是光秃秃的，受凉之后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现在全身的羽毛已经被我给吹干了，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看起来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风机给它吹羽毛的时候，它好像特别享受，一动不动。现在带去放生。户外碰到这种幼鸟，什么地方捡到的
就在附近找合适的位置放生。这一块离马路稍微远一点，而且遮挡物比较多，就在这儿给它放了。哎，我发现这帮家伙特别喜欢这一块红薯地呀，这只也钻到红薯地去了，飞行能力还挺强的。而且它的父母又过来了，已经发现它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这货有点过分了，走的时候还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干净带狗子去玩。这一条没人要的流浪狗也追过来了，怎么就没人把它捡回去养着嘞？天天跟着我们家布丁，带布丁在这个路口吹吹风，挺凉快的。不过我总感觉要下暴雨了，那一条小狗已经跑了，出来还不到10多分钟，下大了。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个小家伙能挺过这一场暴雨，祝福他吧。看一下这是什么蛋，在猪圈里面。本来我是要过来捡鸭蛋的，一个都没捡到。鸡蛋捡了一大堆呀，这小野鸡真的是到处下蛋，有几个都已经爆浆了。之前我就发现了有蛋，以为它们自己会孵化，结果战线越拉越长，蛋越来越多。我最开始发现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，估计前面的蛋都没用了。这后面这几个蛋看起来像最近下的，不行了，放到孵化器试一下。今年那一只小野鸡下的蛋，最开始还有一颗受精了，孵化出一只小公鸡，早都跑掉了。儿子都跑了，它还没跑，到处传播种子啊！你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多隐蔽，它都不在这里面下蛋，居然选择在猪圈里面。把蛋带回去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放到孵化器，太脏了。孵化的第8天，检查了一下，有3颗受精蛋，其他都是没用的。还不错，要早点拿回来，估计都能孵化出来。孵化到第24还是第25天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忘了这个事儿了。听到孵化器里面有小鸡的叫声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打开一看，3只都出壳了。我估计昨天都出壳了，没注意。这家伙特别顽强，只要是受精蛋，你放到孵化器，温度、湿度都是正确的，基本上没有孵化不出来的。身上的羽毛都已经干了，发现的有点晚喽。这是一颗鸽子蛋，还没出壳。先把这几个家伙放到保温箱里面去，温度调个36度，小鸡饲料和水放好，让他们今天好好的休息一天，饿了一天了。保温箱里面住了一天，这几个小家伙生龙活虎的。今天温度还不错，带他们出来溜达一圈。刚刚我还准备带着他们去找鸡妈妈的，结果找了一大圈，鸡妈妈今天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算了吧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了。今天温度也不低呀，都上了20度了。出来溜达了一圈，他们精神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了。算了，还是先住保温箱，稍微大一点把它们全部给放了。你们就说这热不热闹吧？前面是鸡哥的叫声，后面是鸭子，这又来了一个大公鸡。我感觉我被前后包抄了，没事儿，一个个的解决。你说你一天没事你吼几嗓子干啥嘞？吵不吵啊？这是接力赛呀，又来了，就罚你在这里面壁思过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会过来扶你起来，不要对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来，那是你的实力。我还要去解决另外一个嘞。哎呦，你还主动来找我来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担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给制服了。主要他现在是伤员呢，前几天在田里面玩了一天，回来之后眼睛肿了，感觉像是被什么给咬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并没有影响他这噪音般的嗓音，发挥依旧是这么稳定。这个家伙我跟你们讲很特殊，这个种群估计就他的智商不够，我放生了那么多鸟，就他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这里出点问题，就是明天那里出点问题，不是在受伤，就是在受伤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静了，
是时候该把那只鸭子给放了，它还在这里招手嘞。你自己就不能有点出息，自己爬起来吗？来，我给你个支点，起来。这个支点好像只能让它转圈圈。惩罚时间到，起来吧。终于有点出息了，起来了。和鸭群汇合了，就中间那一只。你们猜它在说什么？一直在说话，就是听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夸我，大概率是在骂我，反正听不懂，无所谓。对的，刚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门叫的就是这个家伙。一段时间不理你，你这小子叫声越来越大了啊！关键是还惩罚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来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像鸡哥，我听到他叫声太吵了，我还能来一个手动闭麦。这不闭上了吗？不对呀，这小子今天也闭不上啊，要我抠电池是吧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也还可以了，起码降低了分贝，没有那么大的噪音。总体来说肯定比鸭子强一点点，起码嘴巴没有鸭子那么硬，不然的话它嘴巴怎么会断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后面干啥呀？打又打不过，又喜欢凑热闹，赶紧走吧，等一会儿他又要打你。鸡哥这一会儿情绪很激动呢，指不定马上就要发脾气了，谁知道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呀？上树了，等一会儿我还要给这个家伙眼睛上擦点药，天天都在受伤。要不是他运气好，或者说我对他照顾有加，可能他的坟头草已经3丈高了。今天温度有点高啊，看他热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又安全又凉快。等他午休一会儿，晚点给他擦点药。鸭子都下水了。奇怪哦，最近鸭子也不追人了，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今天让大家看一下本该是看家护院的小恶犬混得有多惨。这2天我总是能在狗窝里面看到很多小树枝和鸭子的羽毛，起初我还挺奇怪的，直到今天早上破案了，一只该死的鸽子居然想把窝做在狗窝里面。这要是换成其他狗，这鸽子可能早已经是这一块那一块了吧。我说狗子咋这2天不进狗窝嘞？原来窝都被你霸占了，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必须要帮我家狗子找回一点面子。来，狗子，你吓唬吓他，我不怪你，快点。哎，还挺友好的。狗子对他是一点恶意都没有，我刚把它放了，它又进狗窝了。狗子看到我在这里，它自己过来了。来，今天我就是塞也要把你塞到狗窝里面去。进去啊，进，怕啥嘞？我在这儿嘞。这狗子没救了，死活都塞不进去，就躺在门口，鸽子也不让。最后我强行把狗子给塞进去了，它死活都不进了。好了，这狗子真没用，鸽子一点都不害怕。咋了？你还咬我啊？我发现我养的鸽子一个比一个脾气大，都喜欢咬人。我已经把狗窝里面的草给清理了，不然的话，明天这个窝可能已经做好了，那狗子就没地方睡了。这一个个的繁殖可积极了，送都送不完。这里还有一窝嘞，我看一下，咋脾气这么暴躁嘞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我记得他上一窝的孩子好像刚长大，又开始了。他们上一窝的孩子在这里嘞，刚长大又开始了。我感觉今年冬季猛禽一点都不缺吃的。在老鼠堆繁殖的这一窝鸽子，这一次是失败了，然后他们又换了个位置，继续开始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下了一个蛋，这速度是真快呀！繁殖自由，我又不干预，但是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啊！狗窝都被你们霸占了，整的这狗子都没地方睡觉了。你也是，你就不能稍微凶一点吗？要指望你看家护院完蛋了。来，我看一下你身上有没有虫，有的话给你驱个虫。没有，
每个月都在定时给它驱虫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啊，这狗子还活着在没？嘿，我还以为你领盒饭呢。检查一下狗窝有没有被霸占，好像霸占了，但是并不多，影响不大。这天气还是睡水泥地面比较凉快，虽然说它睡觉的地方比较多，但是这是它的狗窝啊。鸽子又进来了，走了走了，跟我走。还咬我是吧？你们看这货咬我痛不痛？我感觉它想把我这一块肉给扯下来。我这么厚的皮，你扯得掉吗？这一只鸽子继承了我养鸽子的优良传统，爱咬人，爱转圈圈，我很喜欢。怎么又去狗窝了？要不你陪鸭子下水游个泳？如果淹死的，我会把你捞上来。还不下去嘞？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气，我要看一下最不靠谱的小动物都去哪里了，特别是大公鸡。大公鸡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肯定又去邻居家了。昨天我有个兄弟开玩笑说要给大公鸡煲汤嘞，我现在打电话跟他说大公鸡失踪了，吓唬吓唬他。您好，您的电话因欠费，暂时无法播出。话费咋用的这么快呀？又欠费了，回家连个无线网充一下。到账了。现在充话费真的是方便快捷，比线下还要便宜不少嘞。我是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充的，顺便教一下你们怎么充。点商城进充值中心，或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的话费券，去评论区看看吧。家里找不到，那就出来看看。我家大公鸡串门特别规律，所以说直接来邻居家的鸡笼，一下就找到它了。它正在和邻居家的母鸡聊天呢，说都是鸡语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邻居家之前养了一大群母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全都挂了，就剩这一只了。只要大公鸡一放，它就过来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家大公鸡也挂了，那就是它的命，因为只要放出来，它就追过来了，赶都赶不走。而且我发现这几天站在我手上都不对着我打鸣了，只能关起来多。来，吼一嗓子，明天说不定我心情好，放你出去找母鸡，快点。终于听到这熟悉的叫声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不放它了啊，太热了。这2只比较亲人的喜鹊也回来躲太阳了，刚还在我手上抢吃的呢。这一群喜鹊就它们2个挺粘人的，剩下的全是白眼狼。其实这个家伙是挺亲人的，我现在2、3天都不理它，一拿食物它马上就追过来了。所以说啊，小动物和人一样，每一只都有它的性格，区别很大的。把大公鸡关起来，我也放心了，主要就是担心它中暑了。走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刚我给鸽子搞食物的时候，发现鸽子窝不知道被什么给打翻了，也不知道里面蛋去哪儿了。然后他们又换了个位置继续繁殖。我记得昨天还是好好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翻的，蛋还在这里嘞。有没有觉得其实鸽子蛋还挺大的？把窝给恢复一下，然后把母鸽子给抓下来，也不知道它还会不会继续孵化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上面还好还没下蛋，如果明天发现，可能已经又下蛋了。这帮鸽子天天自由自在的，也不能阻止它们繁殖啊。但是我又特别害怕它们繁殖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因为真的是养不起。你们都不知道我送出去的多少了。感觉今年猛禽是不缺吃的了。早上我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这里站了12只鸽子，12只啊！我以前才几只啊，而且还送了那么多。还有好多人说想看这只鸽子在狗窝里面做窝做到什么情况了。我每天都会把草给扯出来，不然的话它可能已经下蛋了。不过它是公的，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，反正天天都在做窝。而且这只鸽子的歌德一点都不好，特别喜欢咬我，不过我还挺喜欢它的。你们看一下，随便一拍，到处都是鸽子，远远不止12只。再来看一下这只母鸽子，又开始在孵蛋了，母性是真好啊，都是从蛋开始孵化养大的，所以说都挺亲人的。反正每个月最少都是1窝。所以说啊，今年猛禽冬季应该是不缺食物了。这么多鸽子，3天吃1只，抓都抓不完呐。
说是这样说，到了冬季，我还是要把这几只主力鸽子给关起来，不然的话全部都吃的，我可伤心了。特别是这几只我很喜欢的。